人這一生歸根結底，活的就是個心態。脾氣順遂了，日子自然也就順遂。脾氣一旦紊亂，事事便容易陷入困境。世上最為厲害的本領，既非呼風喚雨的神通，亦非決勝千里的謀略，而是能夠穩穩掌控自己的情緒，憑借言語去傷害他人，靠發洩情緒來逞一時之快，這是最為愚笨的行為。正如莊子所說，大言炎炎，小言沾沾。那些只圖口舌之快的人，表面上看似在場面中占了上風，實則在無形之中輸掉了人心。當你看別人不順眼時，切莫急於動氣，究其根本，不過是自身的修養尚未達到能夠包容他人的程度。人在憤怒的瞬間，智商真的會降至谷底，等到回過神來，往往只剩下無盡的後悔。這股衝動恰似莊子所描述的憤擾之氣息，散而不返則為不足，它擾亂了心神，讓人失去了分寸。能夠控制住不良情緒的人，其強大程度遠勝於攻下一座城池的將軍。水深之處水流平緩，言語遲緩之人顯得尊貴。真正有底氣的人，從不會將情緒輕易表露在臉上。莊子又言，舉事諭之而不加勸，舉事非之而不加沮。他人的褒貶與言行並不能定義你的本質，你對世界的回應方式才真正潛藏着真實的自己。事實上，塑造人格的關鍵因素並非天資與學歷，而是那些曾經摔過的跤，遭受過的磨難，以及在面對困境時心性所經歷的淬煉。莊子講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得之至也。那些無法躲避的坎坷，本就是人生修行的重要功課。人生的閃光點，從來都是在泥濘中磨礪而出的。就如同稻盛和夫所說，人生不是物質的盛宴，而是靈魂的修煉。我們要讓落幕時的自己比開場時更加豐盈。越是艱難的道路，越需要沉下心來修行。曾国藩曾言，處事有三不鬥：不與君子爭名，不與小人爭利，不與天地爭巧。明智之人懂得退讓，可偏偏有些人總是喜歡較勁，固執己見，鑽牛角尖。殊不知，越是較勁，道路就會越狹窄，命運也會愈發坎坷。道德經說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。這種智慧與莊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境界相通。水堪稱天地間最為柔軟的強者，它滋養萬物，卻甘願處於低下的位置，從不與其他事物爭高低。水遇到石頭便繞行，想要挖掘它，卻只能被它鋸開。刀砍不斷它，抽刀斷水，水更流；火燒不毀它，轉瞬之間它就能化為雲朵，永遠以自己獨特的姿態存在。正因為水在順境時漫流坦蕩，逆境時轉彎不爭，所以才能從涓涓細流匯聚成江河湖海。這便是水低成海，人低成王的道理。恰似莊子筆下所描繪的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真正的強大從不需要張揚，鷹立如睡，虎行似病，尊貴而不顯露，華麗而不炫耀。大地不嫌棄低洼，才能匯聚水流成為海洋。人不害怕放低姿態，才能使眾人信服並成就事業。老話說，硬奴弦先斷，鋼刀刃易傷。脾氣太過剛硬，就如同強弓的利刃，看似鋒利無比，實則極易折斷。學會收斂自己的鋒芒，遇到事情先靜下心來，內心就會逐漸柔軟，不被執念所困，自然就能少走彎路，少受磨難。生活中常常有這樣的人，他們本性並不壞，但脾氣卻如同炮仗一般，一點就炸。結果不是在事業上遭遇磕絆，就是讓家庭充滿怨氣。這樣的例子隨處可見。
他們總是說我不是故意的，發完脾氣後又後悔自責，可次數多了，又有誰能一直包容呢？所謂刀子嘴豆腐心，那瞬間的鋒利早已深深割傷了人心。即便是父母，也難以擁有無盡的耐心。莫言說得極為透徹，那些選擇傷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，不是性子直，是沒把別人放在心上，不是口無遮攔，是打心底裡少了尊重。如此之人，人緣很難好起來，日子自然也順遂不了。更糟糕的是，亂發脾氣的人自己也難以安寧，心裡仿佛揣着一顆隨時會爆炸的炸彈，長此以往，身體和運氣都會受到影響。人這一輩子都在學習如何生活，學習認錯、忍耐、溝通以及放下。帕斯卡說，思想是人最尊貴之處，正確的思考是人的責任。在成功的道路上，最大的敵人從來不是缺少機會、沒有資歷，而是無法管住自己的情緒。憤怒時會將合作者推開，消沉時會把機會放走。脾氣爆發只是一瞬間的事，然而留下的後果卻可能長期糾纏。每一次抱怨，每一次衝動，都是對身心的損耗。那些最為幸福、最為成功的人，都是能夠穩住心神、正確思考的人。這輩子我們會遇到形形色色的人，碰到各種各樣的糟心事。控制情緒的秘訣不過是遇事緩一緩，三思而後行。就像莊子所提倡的虛靜恬淡、寂寞無為，內心安靜了，思路才會清晰。人生本就是一場在沉浮中不斷成熟的修行，修好脾氣，命運自會給予你饋贈。王陽明說，越是艱難處，越是修心時，處境越是糟糕，越要穩住心態。心是一切的根源，煩惱由它而生，快樂也由它創造。心若隨境轉，便會煩惱叢生；境若隨心轉，便能心生喜悅。修心、靜心、養心，心越平靜，離幸福就越近。這一路修行而來，我們終將明白，好脾氣才是人生最堅實的底氣。看到這裡的朋友，如果您渴望在人生的修行中獲得更多智慧的指引，如果您期望在面對生活的種種境遇時能保持平和的心態，建議您去我的櫥窗仔細研讀這部國學經典《莊子》。《莊子》一書，以其深邃的思想、精妙的寓言、優美的文字，展現了道家獨特的智慧。它能引領您超越世俗的紛擾，學會以豁達的心態看待世間萬物，在困境中尋得內心的寧靜，在迷茫時找到前行的方向。無論是修身養性，還是提升人生境界，莊子都能為您提供源源不斷的啟示，幫助您在人生的旅途中走得更加從容自在。好，今天的內容就分享到這裡，點讚關注逸軒，我們下期見。